Hello，大家好，我是 DP。今天我们用一个视频来聊清楚 Codex 有哪些订阅，每个订阅的价格情况、额度大概有多少，以及一般情况下该怎么去做选择。首先，我们来看订阅价格、额度。关于订阅就很简单，官方公布的订阅一共有 Free、Go、Plus。Pro 有两档，分别是5倍和20倍，然后有 Business， 就是我们常说的 Team， 还有企业级的。企业级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就不展开来讲。这期视频里我们讲的所有的额度和相关的参数，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测试数据的分享，仅供大家参考，一切还是以官方文档为主。首先我们来看每个订阅对应的价格 ，Free 是0，就是免费 ，Go 是$8。对了，我们这个视频里所有的计价单位都用的是美元，这边说一下。Plus 是$20，然后 Pro 5倍的是$100，Pro 20倍的是$200，企业级的是$20。关于这个额度，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一次性给官方交了这么一个订阅的预付费金额，然后官方给你一个授权的额度，你可以在这个额度里去使用，这样比你直接单独的去使用 APR 来的要便宜，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关于扣费的方式，我想用这张图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这张图用的模型是 GPT 5.5，然后在1、2、3这3个位置分别标出了输入缓存还有输出的价格。简单的说，用这3个价格配上官方的文档，就会计算出一个实际的单次请求的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就从官方给你的授权里去扣除。然后授权如果扣完了，那么就不能再用了，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还有一个点要说，就是不同的模型，价格是不一样的，这个官方文档里应该是有的。比如说5.5模型的价格大概是5.4的2倍。这些都讲完了以后，我们来看额度。额度一共有2种情况，一个是5小时额度，一个是周额度。简单的理解就是一周给你一个，比如说100，然后它会按照5小时给你分成25、25、25、25，分成4个。那么这一周里你可以用4次25，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Free 和 Go 是在一个层级上，都是没有5小时的额度，但是周额度在3到30。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浮动呢？是因为不同的账号测出来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别。但是在这期视频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觉得正常的账号应该周额度在20左右。我们接着来看 Plus 的5小时额度大概是15，然后周额度是100到120，其实 Plus 也是有一定的浮动的，这是正常的。Pro 5倍是周额度是500，然后5小时的额度是30到50。Pro 20倍的周额度是2400，其实这个额度我理解下来，就是我了解下来，大部分在2400，实际测下来可能在2000到2800这么一个范围里浮动，但是为了方便理解，我觉得2400是大家反馈比较多的一个数值。5小时的额度嘛，就是200到300。关于 business 也就是 team， 它的5小时额度会比 plus 要稍微少一些，这是大部分人测试的情况啊。然后周额度可能也比plus 要少一些，大概在100这个水平上。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理解，我提供了一个快速的理解方式。plus 你就理解成20个 free，但是它比 Free 要多了一个5小时的额度 ，Free 是只有周额度没有5小时额度的。然后 Plus 基本上可以理解成 Team， 为什么说基本上呢？因为在 Codex 的额度上 ，Plus 会比 Team 多一点点，但是 Team 包括了网页端的 Pro 模型 ，Plus 是不能用这个模型的，所以等于我觉得就是互补上了一个概念。
然后关于5倍和20倍的 Pro 就直接理解成对应的 Plus 额度乘多少倍就好。然后这时候问大家一下，性价比最高的是什么？1、2、3，对，没错，20倍的 Pro。OK，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理解配额消费的概念，我这边用我刚做的一个任务来给大家举例。这个任务总花费的额度是 3.5 美元。然后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吧。这是一个 SPI 项目，包括了 PHP 的 API 以及 Vue 的 SPI。然后功能大概是做了个什么呢？就是这边有一个 table 里面有一个连选功能，比如我选了1和3，然后这边增加一个连选按钮，点中了以后它就可以做连选。然后连选以后这边有一个合并，点击了以后就会把这3条里面的内容压缩，然后把它们都追加到这个的输入框底下，就把2追加到这儿，3追加到这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功能。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修改完成。首先我给了它第一个命令，用的是 SPI 这个 worker， 这一部分的描述是关于连选，这一部分的描述是关于合并。然后我的习惯是让它在开始之前输出一个大纲，我确定没问题再开始跑。接着它就用了1分6秒的时间输出了这么一个大纲，大概是这样。这1分6秒它做了哪些事情呢？就读了一些文件，做了一些思考，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大纲应该也没啥问题。那么从我给它命令到输出这个大纲，请求情况在这儿，大概的费用是 0.5 美元。然后模型一开始用的是 5.4 mini， 后面用的都是 5.5， 然后这个输入和缓存的比例也是 OK 的。这就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完成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方案是 OK 的，但是它忘记了对 APR 文档的一个修改，我就追加了一条。因为在我们整个任务中，就是有相关的文档的约束要同步更新到位，然后他就用了一个9分8秒，这里面的内容我们稍后来看，完成了这次修改。完成以后呢，它一共是修改了11个文件，是这么一个实际情况。然后修改完了以后，整个请求的先看缓存情况吧，它的缓存一直都是挺好的，这是最后一条请求的一个缓存情况是挺好的。然后第二次的请求大概花了是3美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过程，大家可以看，我觉得可以优先去数这里它一共读取和修改了哪些文件，整个流程其实还是挺长的。好的，这就是关于我在单次任务中使用了 3.5 美元的配额，完成了一个不算简单吧，一个中型任务的一个实际使用场景的展示。希望这个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理解官方给大家的授权和这些授权未来能带来的实际消耗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下面来说一下订阅的选择建议，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你只是轻度的使用，那么买一个 Plus 的就足够了。如果是要正常的去使用，我觉得应该在2到3个 Plus 可以满足一个正常的使用需求。如果说你是在工作场景使用，并且你干的活还比较多，那么你需要考虑的是 Pro。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啊，如果我是更复杂的场景，那么特事特办咯，你自己给自己定制方案了。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叫支付比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说什么 0.1 啊 0.17 啊各种各样的比例。这个比例是什么意思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公式，假设是20倍的 Pro 订阅，它是200美元，然后你本地货币和美元的汇率是7，也就是7你本地货币可以换1美元，那么你实际支出的金额是200乘7，对吧？然后你得到的一周金额是240美元，所以就用200，然后接下来的 4.285 是一周有7天，一个月有30天，那么一个月的周数就是 4.285， 所以用你购买的价格除以一周的总美元数，然后除以 4.285， 得到的就是 0.136，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在官方给你的订阅授权中，每使用$1，你所需要支付的对应币种的金额。好的，我们下面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 Codex 相关的额度正在持续的减少，会越来越少。这也是我在录这期视频写稿子时想的第一个点。但是非常的遗憾的是什么呢？是在我录视频的前一天，网上出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 OpenAI 正在考虑大幅削减 token 的收费方案，那么就是降价了，打价格战了，对大家来说都是好的，因为价格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了。现在这个整个方案我也觉得是偏贵一点的，就是对于一般的使用场景来说。但是具体会不会打价格战呢？打个问号，至少目前只有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即使在目前这个场景下，我觉得也应该做到了解当前的情况，早做打算，因为我觉得 AR 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是离不开了。当然我这里也希望开源的模型能够早日站起来，其实已经有一定趋势了，但是希望能再快一点，这样整个事情就会向一个正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最后也祝大家和我好运。好的，这就是这一期关于 Codex 所有的订阅的分析。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TP， 我正在录制 AR 相关的视频，如果有需要，欢迎点个关注，谢谢。